哎，又见面了，又见面了。这次见面的地点在不一样的地方，是吧？是。而且我们上次视频发了，我觉得蛮开心的。一个就是我看你的播放是挺好的，对，也是借你一臂之力。我没有你好。然后呢，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你，而且我自己回听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表达呀，你的思路啊都很好，也受到了很多观众的鼓励，是的，是的。其实大马观众真的特别热情。因为我是初来乍到嘛，很多东西什么规矩也不懂啊。最开始的时候，哎呀，这个路也不好，怎么样？甚至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不太好的体验。所以但是大马观众很包容，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包括后面我发的视频，他也跟我说了很多大马这边可能有哪些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啊。然后我自己也是不说反思吧，自己去观察，然后去体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啊。是。那现在呢，我们是在上海，对，其实在那边是外滩吗？没有，那边徐汇滨江，但是那个黄浦江，对不对？对，黄浦江的沿线嘛。啊，我们就在这里啊，然后吹着寒风，这两天突然降温。那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次你想聊一些什么主题？其实这次我要反客为主了呀，因为你来到我生活的城市了。其实我想沿着上一次我们在大马的时候聊的那个话题啊，因为我说的是上海现在越来越宜居了嘛。我们今天喝的这个咖啡啊，之前没想到，之前跟威廉姆说上海的咖啡特别便宜嘛，这杯大家可以猜一猜多少钱？绝对猜不到。2杯加起来不超过15块钱，其实也就是9令吉左右吧。哦，对，差不多9令吉。9令吉，对，差不多，真的是。对啊，就这个物价其实是现在常态嘛，只要你不去点那种特别夸张的、特别贵的那些品牌，基本上平民的所谓的口粮咖啡基本就是这个价。而且瑞幸啊，在大马也有了。是，好像也要10多马币一杯吧？对的。就我最后那天从大马的吉隆坡机场回来的时候，我就点了一杯瑞幸嘛，就是10马币还是12马币，我忘了。那就是1比2了要。对，是的，是的。对，物价还是比较亲民。我老婆前2天在家里点东西嘛，因为上海外卖啊、快递啊，她说：“哎呦，我就发现我点了2天。”她说什么？她说我要找到没有优惠的很难啊。是的，都在拼命打折。然后我同事也说，他说这个线上线下都在打折，要找到没有优惠的，什么没有套餐的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是。这其实可以说是通缩螺旋嘛，就是你的工作状况会变得越来越卷，你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嘛。短期来看可能是好事，但长期就不一定了。经济活力你看就比较差嘛，对吧？身边的人，像你讲的房产，我也仔细看了一下，真的是在跌啊。有一个人贴出来，就是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帝王嘛，那个帝王人他有一套顶层的 penthouse， 300多平，然后要4000多万，现在降到700万，降到700万，降了700万，就%要多少？可能20%不到了，20%还不到，还算少的，是吧？我看了网上的数据，什么新天地，他说那降的最多，降50%，普遍上降30%要有的，是的，有的。我们家老人的房子也是的，降30%，我说你看，让你以前卖不卖，还没办法，老人说没关系，会好的，还是觉得这样，跟我妈说的一样嘛，对吧？对的。所以这个身边也有很多人，你看那个我们几个以前一起那个。什么刀哥啊，梅大师啊，他们也都在卖房嘛。是的，都是卖得掉吗？现在应该卖不掉。我看他们挺难的。我们家也是一个老人说，他有一套房子挂着，那挂着比较贵。他说我这个心态呢，反正我也不是特别想卖，所以我就挂着。然后几个礼拜也没有人看。对，就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有价无市嘛，而且你挂着的价，比如说你挂了一套300万的房子，人家中介带人过来一看，直接就是250万，你要不要？然后我们才能聊下去。这很糟糕，这个说明大家的这个对房产的信心很差。对那个现金收入的预期要比较高，所以你赶快要把钱给回笼。是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家庭现在要考虑的事情嘛。因为最终如果想要出去的话，你国内的东西总归要先处理掉。对的，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涉及的钱还是蛮多的。是的，天天在跌，那怎么受得了？是的。还有吗？那除了你感受的这些所谓的玻璃罩子外面看，然后现在慢慢揭开的这种，还有1个月前我回来过一次深圳嘛，我在会员节目中好像有分享过。然后我还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像我身边。我还比你大8岁，所以我身边那些中年的人，小孩都是在小学到初中之间的，甚至初几的，这种比较多啊。普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像我这样的家长啊，都不卷了。
哎，是的。放弃卷跟你一样，就是所以说你掏钱嘛。他们都说，哎呀，我对小孩真的没要求，我爸爸跟你说啊，你只要身体好就行，然后甚至于老师呢也不去理睬他，都普遍反映说学校压力很大。是的，卷学生之外还要卷家长，是的，布置各种各样的事情。以前都是我身边可能积雪的人比较多，现在都全部放弃了，就是。这个状况跟我身边很像，就是大家都觉得，首先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卷到终点，他们会先看那个终点。对，终点它是没有期望的嘛，就是所谓的之前的那些叙事，我卷完之后，我出来我可以当一个中产，或者说我有一个阶级的跃迁，他们可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期望的情况下，他觉得卷又伤财又伤身，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说明之前是竞争嘛，因为我如果比你优秀，那我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是的。那所谓内卷，就是说它是无效的一种竞争，我们再竞争下去，不会让结果产出更多，对吧？那他看到了这个终点，他选择更加明智的一个方法，就是躺平。是的。或者说你不要做了，那因为是一样的，我干嘛要花这个精力嘛？是的，是的。这也是我看的。那我这个年龄呢，身边，我在半导体行业还行，但像我们行业的销售。然后呢，这种商务类的marketing 包括说像财务，还有呢身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确实有一些被裁员的，然后裁员以后要再找工作是蛮难的，我还没去星巴克看过，因为我记得去年冬天我回来的时候，一进去星巴克我就逃出来了，因为里面都真的是中年人在玩电脑。是的，是的，这真的我建议你可以不用去星巴克，我建议你去个地方就是图书馆。你去那边看一看，就是基本上在早上10点钟以后是没有位子的，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分2拨人一波是学生党学生党他在里面干嘛呢？准备考研考公，还有一帮就是可能像我一样，在家里也没事情，或者说是为了告诉家里我还在上班，就早早的去到图书馆。你也是吗？我倒没有，我家里人知道。对，因为在中国还是有这种羞耻的，就是我没有一份正经的工作怎么样的，家里人会去 challenge 你，或者说去挑战你嘛。对。我原先有一点以为是演绎的剧情但是我也是嘛，出来跟朋友公司不也是吗？那你至少有工作嘛？我至少还能申请失业金的。我也申请了，不然那个连社保都没有嘛。其实最讨厌的不是社保没有，是没有办法用医保对，就是这个问题，这是最讨厌，就是医保是不能用嘛。对，家里老人提醒我，就说我突然第一感受就是知道什么吗？就是我觉得有点冤，你交了近快20年，交了快20年的医保，我交的还比你多，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我连医保都不能？Oh my god， 人家是免费就算了是吧？我们现在连那么一点可怜的金额居然不能用，没工作就不能用。是的，这个算了不说，那我就去领失业金吧。我说，因为领了失业金可以嘛。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因为我之前是自己买了商业保险嘛，所以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很多东西商业保险它不能 cover，因为它主要是 cover 医保报销部分嘛。那后来我发现我要去看病不能用医保，贵吗？你要看怎么看如果是医保内的那些西药就很便宜但是他会给你开很多 extra 的中成药和中药，我都不要的，我都不要。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因为医生你觉得他很辛苦，他看了很多病人，然后他在跟你说的时候也是尽心尽力为你负责的，但是你不要呢，就感觉面子上有点过不去。我一般会这么操作，就是我先要，然后去药房配药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要这份药了。我只要那部分的西药，然后他药房一般都懂就是他看你眼神就知道你想干嘛，然后他就会默认把这个中成药或者中药给退掉。因为我其实从大马回来也有3周的时间了但是其实当时那段经历一直在回味嘛，因为过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你看到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场景，都会让你有很多的感触。你后面的感触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你发了一些，我刻意没有去看那些视频，就是等着可以跟你进行一些交流，一些真实的交流。是，对，我大概看了标题，你是说你体会到马来西亚人讲的幸福嘛？是，跟我再讲一讲嘛，就是你看到的、感触到的是一些什么？是，其实我最开始来到马来西亚，就像我第一天跟你说的，我是懵的嘛，就是哎呀，怎么路上这个道路标识那么不清楚Google Map 怎么没有办法给我导好但是后来我到了商场里面也好，包括后面我到了华人区去跟当地的华人去聊天的时候也好，我是发现他们真的没有所谓的那种隔阂就是
这跟你没有隔阂？跟我没有隔阂，就是我一见面，他没有任何防备心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这里啊，我突然看到你，我说我拿了个相机，我说哎，我想采访你2句，你第一反应是你这人想干嘛，对不对？但是那个老人就是不止那个老人，很多人都是哎呀，首先欢迎你来到大马，然后你有什么想问啊，或者说你想跟我聊什么话题啊，都 OK 啊。然后他们没有那种所谓的戒备心。啊，无论是对外人也好，或者说对他们本地的人也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到一个地方很喜欢去看博物馆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那个博物馆那一期。我听大家都很赞那个，我还没看。对，就是我太太看了。对，因为博物馆我虽然里面大都是英文或者马来文啊，我没有看得太懂，但是我拿着那个翻译器一个个在那儿看，我能看到就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它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历史。它不像我们中国追求的是所谓。民族团结啊，或者大一统啊，或者说怎么样，就更高 level 的那种东西，它就是很温情的就讲述一个一个故事，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他在我们这里做了些什么事情，甚至于他是很中立的一个态度，他没有说哎呀当时什么什么入侵啊什么，没有这种负面的词，他完全是靠一个非常中立的、非常客观的讲故事的态度跟你讲我们民族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啊，它更像是一个个小故事，而我们就是。没有对错啊，这个没有对错，我们是非常宏大的叙事，我们的民族有很优秀的传统啊，这种，我觉得都对啊，但是能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氛围，我觉得对我来说，人生经历上也是个升华。对我听我太太讲了你那一期，我其实也很想去那个博物馆去看一下的。你刚讲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听你刚说的哈，就是说他是不是没有引入一种说啊，我们因为有个很强的外敌，然后呢让看的人要激起一种创伤性的一种记忆，对吧？是的。往往就比方说你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母亲，然后呢就好像他受到了一种屈辱，甚至于虐待蹂躏，会让人从小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是的，那个是让你产生一种民族主义，一种这个所谓自豪感啊，或者什么羞辱感等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的，而这个东西又变成某种控制的一种东西嘛。是的，它会让你有应激嘛。听到比如说某个敏感词或者关键词，你就会有应激那种状态。那因为我听你讲述，好像说它这种温情是在一个既是客观讲述，是第三方就叙述事实，然后你又能够这种温情是你在看的过程中自己体会出来的。又不像就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说就是一种一个主观像一个家长的那种视角来跟你讲啊，你要记住啊，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样啊，这种差别是不是？对，是的，就是一种是家长在学习中的状态，哎，你要知道这个什么什么，当时是怎么样的。另外一种就是，哎，我告诉你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代表了什么，我不会告诉你，你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感受就行了。那从一个无论从博物馆的参观者的角度，还是说学习这样一件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后面那种叙事会更让人接受一点，对吧？因为它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哦，这是你的旧恨，你将来可能还会有新仇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东西给打破，对不对？那你体会到说，另外一集就讲这个大马人的幸福，那你体会到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幸福就很简单不像我们追求了很多幸福，哎呀，我要升职，我要加薪，我要买房买车，然后过上人生巅峰啊。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就什么过上人生巅峰，他们的温情就是，哎，我下了班能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个饭，对然后我周末有空闲，有简单的时间，我跟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哪怕不去做任何的消费，我们就出去露营一下，去兜一圈啊，就是幸福。是啊，讲白就是我的反思是我们有4个字是占了很重要的空间的，就是从我们上一代就开始了，就拜金主义。是的。我们最近在反思家里的家长也是啊，比方说2个家长，这个男性这一边啊看不起女性这一边，或者你看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我怎么样。其实后来我跟我太太一直在分析啊，也就觉得说男性的这个亲戚，他其实觉得说他的成就更高一点，但是成就又体现他的工作中，他也给家里又买了房子，照顾好下面一辈，那其实他的这个成功还是矮化到在金钱，在事业的金钱上面被体现出来的。是的，那这是一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挺悲哀的，因为他成功的标准很狭窄嘛，又是属于一个物化的东西，对，而不是属于自己、属于家庭、属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宽泛。有些人比方说，我的兴趣爱好爬山啊，我去这个什么像你讲露营啊，或者出去玩，他也可以发展成一个爱好。是的，像大马人还有有意思的，我有一集就讲到，就是说。我发现他们没有那种这个有啊，但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就像身份之间的一个差别。比方说你如果做一个厨师，在中国的语境来说，你做什么工作啊？我烧饭的，我是厨师。是不是会带上一点？是的，贬义吧，对吧？是的。那他们完全没有，他们很尊重厨师这样的一个
工作。对。因为他们觉得你会做一样东西养活自己，有专业技能嘛，对，对吧？很好啊，就是你会这个东西，你将来就能够养活自己。对对对，就是我想说，就是说他的幸福定义是更加多元，偏向这个个人主观感受。是的，是的，我觉得确实这样，就是像我们这儿定义一个职业所谓的高低贵贱，其实就是看你收入多少。对，如果说你出去说，哎，我是个程序员，人家觉得，哎呀，你这个职业还不错，哪怕你是最底层的那些纯粹敲代码的程序员，人家也会觉得，哎，你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是送外卖的或者送快递的，人家就觉得会有这样的所谓的职业歧视在里面。但歧视的底层逻辑就是你赚的多不多，你的工作辛不辛苦，就是这样。对，还有像面子啊等等一些传统中的一些东西，对对对，会有一些差别。是的还有那会对你回来现在行动啊、生活啊，或者是在价值观上有造成一些什么这个影响吗？我说实话，就是影响没有特别大，没有特别大的原因是，就是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慢慢的说反思也好，说思考也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以前我也是追求，哎呀，我要赚很多的钱然后当然赚了钱不光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能过更好的生活嘛。我觉得这也没有错，当然对。但是现在会更多的反思过来，哎，我跟家人一起相处的时间，包括跟孩子也好，跟父母也好，其实就这么短短的几年，甚至最多也就10几年、20几年的时间嘛。那我为什么不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趁我还有活力的时候，我多带他们出去看看啊，多跟他们做一些互动和陪伴啊，而我要去 focus 在我的工作上，我虽然赚到了很多钱，但我真正的能够陪伴他们的时间变得少了，或者说我到了那个年纪，我已经没有精力去陪伴他们。那当时已经有这样的反思之后呢，我去了大马之后，我觉得，哎，我这个思想在国内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者说不被世俗所认可的，世俗认可的是你赚了更多的钱，你才能更好的陪伴家人那么去了之后，我发现，哎，这是一个被世俗认可的价值观那我觉得，哎呀，我真很向往那个地方，或者说我真的很喜欢那边的氛围。对，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像你我这样想法的人也是有一些的，也是有不少的。那有一个让人麻烦的事情，就像比方说我的小孩子，对吧？他有他自己做事的一些方式，他有他的爱好，他还喜欢烧菜。你看他在家里，他只要一动手，又会带来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是祖辈。我是不管他的，你要烧菜你自己去烧哈，你们自己吃饱，你做失败了重新再弄，只要最后帮我收干净就好了。是的，祖辈就会站在旁边。然后全程各种各样的干预指导，然后说你不对怎么弄，哇，就我有时光听到家里这些声音就让我感到很烦了。这点我觉得是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的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祖辈也是这样。前2天我的儿子 Nolan 他在那边玩颜料。你知道颜料这个东西其实很难处理，然后你稍微沾到哪里就会怎么样，但是就我的父母就会盯着他，哎呀，你不要乱搞啊，这个搞的这里也是那里也是，我以后不给你买了，就各种不要啊，对，就不要，就我给他的指令也不说指令了，我给大家分享就很简单，你玩的时候你就尽兴玩，但是结果就是你要帮我收拾好就行了因为这是你的一方小天地，你的责任归属嘛你把它收拾好，你当中怎么玩我都无所谓，因为我觉得说的大一点，所有的艺术创作也好，它都是从玩开始的。你不给他这个萌芽的阶段，他永远不能发展成所谓的艺术那你就让他去玩，他可能并不能发展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他也能吸收到他所要的东西，他能享受到他要的快乐就行，对吧？是的，那这是一个小的隐喻嘛，那你再到工作的职场之中啊，到这个社会之中啊，是的，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让我有时候会感到一些束缚的这个东西，不舒服的这个事情，对所以上海回来一下是可以的。你要说长期居住呢，我肯定没有住在上海我还是这样。其实是的，因为包括我自己的想法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出去留学的这个计划还没有正式的落地嘛，我们也在比如说做预算或者说在跟家长去 argue 这样一件事情，我的想法是，无论最终我能不能在近2年出去，我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外面这个外面是泛指了，不光是可能是大马也好或者说之前提到的清迈也好或者说等我赚到钱了，我去更远的欧美国家也好，这一定是我向往的一个东西。不是说上海不好，上海有很多好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其实也生活了30多年在这里，一定会有一定的情节在这里，但是我们出去一定会有更强的理由在后面支撑我们，对吧？
是的，是的，还是祝你成功。感谢，加油。因为其实之前我们不是聊到那个经济上的话题嘛？前2天我刚发了一个视频，就是聊那个国际教育跟公立教育的差别然后就有一个我频道的一个资深的一个。是那个反对党吗？没有，资深的一个观众，就他每条视频都会给我留言，而且我觉得他很亲切，他跟我聊的价值观也很相似嘛。他就说，哎呀，有钱了才能去上国际学校，像我们没钱的只能去读公立啊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这跟钱。当然有关系啊，你有钱可以上更好的国际学校，但是如果你没有钱，你给孩子施加的教育，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家长给予的嘛。如果你能在你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能给予到他一个所谓的国际视野也好你带他多出去看看多看看国外的，当然大马更自由一些，他可以直接看 YouTube，国内可能看不了对，你可以有给他更多的选择，就我心态不要那么的闭塞，哎呀，我只能接受公立教育，我只能进去卷。对不对？不要觉得自己一定不行。对，是的尤其是对我们身边的朋友来说像他们看他选择什么东西，就你如果觉得我只能是去美国，要去这个澳洲，那肯定是很多程度上是不行的，我也不行坦白讲，但是如果你的选择多一点，然后你降低一点对自己的要求，那其实有很多是行的，是的，不一定不行，这里面差的很多呢。是的，其实有的时候降低要求它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很好很好对是它是一个让你所谓心胸更开阔也好，其实降低了要求反而你的选择更多。对，我记得查理芒格说，这个获得幸福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自己的期望，就让你自己配得上这个东西，你就能拥有这个东西。是的，你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很多不开心就源自于你提出的期望高于了这个现状。那为什么要这么高？为什么觉得这是必须一定的呢？是的，降低一点嘛，是可以的。我们在方方面面已经降低了对生活的期望。我们现在如果跟20几岁、30几岁当时的这个生活比起来，哇，简直这个反正差了很多，但我们自己感到很开心，就可以了。对，我也是就是以前所谓自己还赚得动的时候，能够收入还不错的时候，哎呀，出行无所谓，那个停车场20人民币1小时，让我去停呗，才20。而且我现在也是，就觉得没必要，对吧？就没必要这样。我如果可以骑车，把它作为一个那个锻炼身体，对吧？像以前住5星级啊，现在住1/10的，住一个3星级的、2星级的，我觉得也可以。我现在都住民宿，我去哪里都可以嘛，对吧？接下去你在这儿还要待几天？大概还有3周吧，3周时间。现在有些难熬，因为也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家里就是真的，因为这个住在父母这里我觉得说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因为3代人嘛，是每个人有个空间里面，他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他在做一些事情或者发出一些声音。那比方说我有时候要录视频啊什么的，对我也是。然后最终就只能窝在床上了。我觉得房子也不小，但是这个没有太多属于自己的空间。真的，什么叫家呢？就是我就是说，让你感到安心的地方就是家。有可能就是我们每次回去到大马的时候，觉得终于回家了，就是这种感觉那个属于自己，我可以比较自在，比较随意，是的，有自己的一片空间，就是。我也是，因为我也是3代人住在一起嘛，然后我每次都是趁着下午的时候，就我父母去睡午觉的时候，我才有空出来录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录的声音太小，我觉得会打扰到他们，或者说他们会说。哎呀，你录这个东西，你说话要小心一点哦。就他们会有这根敏感的线在那里，当然我也有了，所以我的是还比较克制的然后他们会担心你去说一些不该说的或者怎么样的这种。对，我就希望你尽快出来，准备到哪里？到属于你的那个家的地方。是的，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嘛，所以。家庭决策，我们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几轮的 argue 之后，才会有一个最终结果要突袭，有一种偷户口本结婚的那种感觉。好的，反正未来都到我们频道来做客吧，我们可以多聊一下。我觉得后面3周嘛，你反正有空了有机会了，我一直都在。有些什么话题或者出去走走，大家想去看看什么地方也跟我们说。对，其实这边的那个徐汇滨江很漂亮，我们等下去走走。可以啊，我觉得是这么说啊，我觉得这里是。目前上海最上海的地方它不是那种所谓的老城区或者老破小的那种理论的感觉，但是它做的没有那么现代化，但是能让你感受到上海的别有的风情。行，我们等下去看一下吧。可以啊，没问题。拜拜。好，拜拜。